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杨紫加程毅都玩不转了，沉香如屑剧情老套，被吐槽难看。由杨紫、程毅共同主演的仙侠剧《沉香如屑》在没有任何预告的情况下突然开播，直接打了同档期热播剧一个猝不及防，也让不少爱看仙侠剧的小伙伴收获了这份突如其来的快乐。但是像《沉香如屑》这种号称是 S 级大制作的仙侠剧，正常的流程都是先铺宣发，增加曝光度，最大程度吸引观众期待值之后才会开播。如果招呼不打就空降，只有两种可能：一个是制作方对整部剧的质量极其自信，前期就算不宣传，在开播后也能凭借口碑发酵形成追剧热潮；另一种则是整体质量太差，前期越是宣传，在剧开播之后观众就会因为期待值过高而有一种被诈骗的观感，于是只能放弃宣发直接开播。而看完了《沉香如屑》首播前5集，各种吐槽难看的评论迅速地铺满了所有网络社交平台，甚至就连难看这个词条都冲上了高位微博热搜，直观地证明了这部剧之所以会突然定档空降，就是因为《沉香如屑》的质量太差。本以为这部剧会是暑期档剧王，结果却是一部披着仙侠外衣，两女争一男低级雌竞的玛丽苏土味剧。从网络平台和豆瓣短评来看，不少观众从剧情、服化道、特效，再到演员演技进行了一个全方位的批判，失望之情溢于言表。一、剧情老套又尴尬。先说剧情，《沉香如屑》讲的是不谙世事的天真少女颜淡和好友于墨约好要一同下界历练，而在闯荡的过程中又遇到了神秘正直的唐周，三个人结伴而行，一同奔赴秘境，而他们的身世和秘密也被一层一层的逐渐揭开。因为原著是10年前的小说，所以整个故事用现在的眼光来看都是比较老套的。导演和编剧可能也意识到了这点，于是对男女主角的感情线做了一些改动。比如原著中颜淡是和于墨感情纠葛比较多，但是在剧中却加重了颜淡和应渊之间的感情线。这样一来，对于没看过原著的观众还好，对看过原著的观众来说无异于男二上位。而且这样一改，活泼单纯的女主角和高冷孤傲的男主角的人设立刻又和绝大多数仙侠剧重合了，整个故事的走向也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女主不知情爱，女配都爱男主的套路化。而且从目前开播的剧情来看，故事确实过于狗血老套。程毅饰演的应渊君对众人依旧是一副生人勿近的霸总形象，唯独对杨紫饰演的颜淡特殊对待，不仅以惩罚之名教授他法术，还处处维护他，满足他的要求。应渊君这个人设依旧是众仙子人人爱慕的对象，剧中的天尊都明确提出修仙之人要戒情，但这些仙子这么明目张胆争宠，将好好的仙侠剧变成宫斗修罗场，与剧情主线自相矛盾。二、服化道和特效差强人意。沉香如屑开播后，对于服化道、特效差评接踵而至，且网友的评价，我从未见过服化道和特效如此拉垮的仙侠剧。众所周知，仙侠剧之所以能够在众多悬疑剧的冲击下屹立不倒，连续几年霸占暑期档热播剧王炸的地位，未必是剧情多新颖，角色有多出彩，大部分时候是因为仙侠剧够美，演员美，造型美，布景美。比如《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花千骨》《陈希媛》等等。小时候披着床单扮演仙女的我们早已长大，但是仍然对讲述仙女恋爱故事的仙侠剧情有独钟。想要让仙侠剧美地抓人眼球，其实服化道和特效烘托的氛围感是关键，但是沉香如屑的服化道却满身槽点。先不说仙界众人动不动白花花一片，宛如披麻戴孝的服装，
就是镜头稍微推个近景，就会发现女主角的妆都没有化均匀，男配角的头套也假的不能再假，更别提各种让观众秒回86版《西游记》的特效了。哪个神仙飞起来的时候直上直下，宛如坐电梯？谁从山上往下跳的时候，连头发丝都纹丝不动？还有各种宛如网页游戏广告一般粗制滥造的 CG 特效，充满了浓郁的影楼风。3. 演员演技不合格。这部《沉香如屑》在开播之前就能成为今年期待值最高的电视剧，和主演是杨紫和程毅有很大的关系。毕竟这两个人的代表作都有爆款仙侠剧，再次出演肯定驾轻就熟。但让观众没有想到的是，他们俩的演技在剧中竟然会翻车这么严重。杨紫饰演的严旦依旧延续了她在以往剧中活泼天真的人设，但是也显得夸张到僵硬，尤其是妆容不提气色还显得有些憔悴，让她以往的灵动荡然无存，只剩下模式化的可爱演技。而程毅饰演的应渊君也延续了高冷的风格，只不过面瘫和高冷只有一线之隔。而且几乎程毅在剧中的每个镜头都充斥着哀怨，眼神迷离，神态忧伤。在程毅的演绎下，很多观众都不晓得天上的女仙为什么要对他痴狂，台词更加没法评价了，毕竟杨紫用的还是原声，只有程毅是配音。总的来说，这部《沉香如屑》剧情老套烂俗，很难成为暑期爆款剧。从《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三生三世枕上书》《花千骨》等一系列仙侠剧可以看出，仙侠剧服道化占据很大关键要素。演员虽美，也需华丽的衣服点缀，造型美可以更好让剧迷沉入代入感。反观《沉香如屑》服饰平平无奇，毫无新意，作为 S 加的仙侠剧，真有点说不过去。一部仙侠剧怎么能少了武打戏？阿东本以为剧情老套也就罢了，最连精彩的武打戏也被他敷衍了。几场打戏中，男主随意伸出手指头就能控制敌人的生死，打斗环节中也是随便挥舞几下衣袖，身体旋转翻空几次，凭杀气就能干倒对手。真的不得不佩服武打设计师是怎么想的，拿观众当傻子来看，凭着几毛钱的特效就以为可以打发观众。吐槽了这么多，唯一让阿东欣慰的是程毅和杨紫演技一如既往的好，可即便杨紫演技再好，也改变不了沉香如屑口碑崩塌的局面。豆瓣评分虽未给出评分，但从网友打出如此多的差评来看，评分应该高不到哪里去。这一次，面对剧情的魔改，剧组的不用心，即便是人气女神杨紫也无法挽回颓败的事实。